哎，小伙伴们，虽然我已经训练结束了，但是这段放在开头跟大家简单聊两句。今天是第4个训练日，是我们回评论的日子，所有的评论我都看了，后边会回，开头就回一位，因为我看这位也是位跑步的观众，而且他是咱们频道的观众，他的原话我可能不一定能记得清，意思就是说我说跑步这么多年成绩没有长进，还开付费的节目，怎么样？我这样跟大家说，从我开始跟大家分享跑步，就是这种形式分享跑步，到现在我几乎是日更。最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两天，比方说有一次我这相机拍满了，我在寒风的长安街上，我就怎么摁它都不拍，然后那天没更。我那时候是3休1，现在是4休1，除了休息日我都更。现在我4休1，也就是说一周我最多是1个休息日，那一周就是6天和大家见面。然后每周日下午的会员节目是额外的，记住了，是额外的，朋友，就那位朋友，额外的，等于每周7部影片1次直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拍摄和做过剪辑，甚至往上上传，还有做封面，各种事情，还有字幕的校对。因为我的字幕都是校对过的，虽然有时候有错字，但是确实是校对过的。然后写程序用 AI 去翻译，我都不用那自动免费的翻译，都可以说啊，都是用 OpenAI 的 GPT-4O Mini 这个模型翻译的，所以就差不多了，是吧？这是第一。成绩止步不前这事儿呢，是有点止步不前哦。我2020年2小时56，2021年2小时44，2022年2小时45，2023年全心全力在波士顿上没有冲成绩，2小时，可能那年最好的一次成绩是2小时47。然后2023就去年2小时41，今年我估计也就这样了，就是我觉得我的天花板到了，我觉得我的天花板就是2小时45上下，真心的。就像你看，比方说你说会长可能就是207上下，那不知道会长听见这话高不高兴？那吉普乔格不也就是201到203上下吗？他不能说我每年都变快呀，就是我摸到了我的天花板了，这是真心话，我摸到了我的天花板了。我现在在努力。我这个例子我跟这儿也举一次，看了会员视频的就知道，我绝对不是在那儿说的，在这儿绝对不说。就是我们训练就像弹簧，一开始你不练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的训练就是把你的弹簧拉长。那不光要费力拉长，你还要费力保住它这长度。我说清楚了吗？我现在已经，而且每个人的天花板就是弹簧能拉到多长，对吧？你这弹簧弹性形变能力越好，它一开始拉的越不费劲，能拉的就越长，对不对？然后这个如果我分析的没错，我可能不记得了，就是弹簧这个拉长它的这个劲儿，不是那个，就是它那斜率不是1，不知道是不是平方比啊？是不容易的，对所有小伙伴都是不容易的，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为什么有时候会紧张、会失落、会焦虑？对我的训练和比赛，尤其是在比赛，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我跑到这个程度，我每次比赛之前仍然是很害怕、很焦虑的。一方面是想要好成绩，还有一方面就是屏幕前的各位，还有我生活中的朋友、家人，对我都有期望、都有期许。但是我知道，就像去年的大阪半马，我说总有一次我们可能会迎来人生最后一次 PB， 这是真心话。吉普乔格也迎来了人生的最后一次 PB， 我现在就可以说他应该就已经是不会再有 PB 了。我觉得我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这一点点机会后边节目里我在说的时候会说一个配速的范围，也就这样了，对吧？然后最后再说说会员频道这个事情，确实这一年频道在商业化上我做了一些工作。为什么做这个工作？也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日常的工作的收益可能在变得不那么稳定，或者说不那么的优秀，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觉得我做频道算是很努力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全职的自媒体，我每周7部视频，其中有1部会员视频还要花更长的时间制作，然后一次将近2个小时的直播，然后我是个程序员呀，兄弟们，而且我是举家在海外打拼的程序员，我到现在日语都说不利落，在这儿生活本身就比在北京生活压力大得多得多得多。我不愿意传达这些东西，就是谁的生活都不容易，不容易不是挣钱的理由，但是努力是挣钱的理由。大家同意吧？努力加上我不能说我多聪明，加上我有一个还行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储备，对吧？我想说靠这些有一些盈利，不管是各位从橱窗里买东西，还是加入频道的会员，还是有人直接打赏，都是对我的支持。另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原来我刚开那个 B 站的创作激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我就够了，因为那时候确实不少，那个时候流量比现在少好多，但是挣的比现在多好多倍，得有3、4倍的样子，所以大家就能理解。就是现在你也听到很多可能自媒体说，还有已经断更的自媒体有时候说没办法了，因为包括海外平台在播放获利上，也就是说我做内容平台给我钱这件事情上几乎已经行不通了。就大家想挣钱怎么办呢？做内容要不就是做商单，要么就是卖东西带货直播带货，要么就是做内容付费。我哪一样都不想深耕，因为我觉得哪一样深耕就会让内容变得太向前看，所以我每样都不深耕。我觉得我的擅长点就是我可以靠内容，然后靠我的不能算是努力吧，可能算是勤奋，或者算是我的一些积累，包括我挺能说的这些，做一些东西。然后我呢卖的东西不多，也都不是专职的带货，就是厂商给我送册，我说有的好有的不好，你们会看到我的橱窗有时候会上个东西，有时候会下个东西，就能明白我的意思。然后这就是第二，商单这事儿可遇不可求，因为就是还是那句话，在海外生活的中文自媒体在商单上是不容易的，因为有的品牌上来就说了，说海外寄不了，特别逗。那次有一位他不知道我在海外，说我们是个人体工程学椅，广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厉害，您有没有兴趣？我说那个，因为他肯定是在中国嘛，中国的公司嘛。然后我说那我在日本，您能寄来吗？他说日本寄不了，日本人买怎么办呀？这就是尴尬的点，真心的。大部分的厂商是找了一个公关公司的 agency， 而这个 agency 其实它主要的 KPI 就是把厂商给他的营销的钱花好就 OK 了。但是现在的实时情况是说不缺自媒体，那他为什么要费劲花更多的邮费，花更多的心思来跟我去做商单呢？这是掏心窝子的话，真心话。要是您也不会，他还要跟他的甲方去报这一笔海外运输的钱，那就不合适了，对吧？然后像大多数的产品，比方说我是不收钱的，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产品是白来的，这个大家我也不瞒着大家，就是白来的，但是我是不收钱的。但是我不收钱，我为了他的评测，家属跟着我去拍了好几次，这今天可能还要去拍。然后我跟高师的小伙伴们反馈各种东西，下载我的原始数据，然后提交我的产品日志，各种。就是做自媒体，就算他是个恰饭博主，也是不容易的。只是说，我觉得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在任何一个恰饭领域，我不会努力的去恰而已，因为想就这么说，要迎合那位小伙伴的说，就是你
臭不要脸挣钱。我这么跟你说，我要真想不要脸挣钱，比现在挣得多，真心的。我是个挺真诚待人的人，你看，在大阪城偶遇这么多的小伙伴，其实都不算偶遇，人家约我说那就好，那就约，都是这样，没有问题。我除了不能远赴到您的家乡跟您约一下以外，我都很 OK 的。我不觉得说我这点订阅算什么，我还在奔向我那个想要那块10万订阅的奖牌。但是不知道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展，等真的我到10万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没有10万了？就像一会儿我要说大满贯一样。行吧，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废话，咱们正片开始。大家伙早喽！11月4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昨天的比赛日是不是？我看了大家所有的评论、弹幕，还有发的图。有的小伙伴成功 PB， 有的小伙伴成功破3，有的小伙伴破了240，有的小伙伴首马完赛，有的小伙伴有一些遗憾，比方说3小时02，或者差2秒达标健将。有在赛道上碰到高中生，一问人家体重90多斤，然后有女性跑者，有中年跑者，有年长我几岁的跑者，我都看了，真的都看了。有的我点赞了，有的我回了，有的可能没来得及。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恭喜各位！今天我第4个训练日，咱们还是回评论。一会儿回评论之前，先跟大家聊聊昨天晚上的一个新闻，好吗？先跟大家分享昨天夜里的新闻，就是悉尼马拉松正式成为了第7颗星，大满贯的第7场赛事，通过了3年2次的审查，连续2次通过了3年2次的审查，所以以后就是6大满贯和9大满贯了。这个当时我一看他那个副标题的时候，我也没想明白，后来一看他的介绍说明白了。我集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调查。就是首先，只有从明年开始跑的悉尼马拉松可以摘星，今年跑的就你跑完了也不会给你补星了，这跟之前的传言是有差异的。这是第一。第二，明年的报名还没开始，大家去悉尼马拉松的官网看。这是第二。但是如果你是最近3年某一年完成过悉尼马拉松的人，你的报名开始时间会比别人早，也是去官网看。我印象中好像是11月6号，好像是。然后为什么是9星？第8颗是南非的开普敦，第9颗是中国的上海，分别在2026年和2027年。也就是说2025年和2026年分别是这2场比赛的3年2次的第2次的审核年。也就是说明年如果开普敦通过了审核，那么它就是后年的我想想是不是后年，对，是后年，就是2026年再去跑就能摘星了，摘第8颗。然后上海就再比它晚1年嘛，就是上海最早是2027年可以成为大满贯赛事，就是第9颗星。所以如果想摘9星的小伙伴们，2025年的悉尼，2026年的开普敦和2027年的上海，对于咱们来说可能开普敦是比较麻烦的，太远了，我没去过南非，而且可能好多人旅游的目的地也许一生都不一定有南非。但是
大满贯的赛事选择，他也不一定说这场赛事绝对就是世界第7、第8、第9，而是说他需要在大洋洲有一场，然后在非洲有一场，然后在中国有一场。就像当年东京成为第6颗星的时候，和另外那5场从赛事规模，我说的规模不仅仅是参赛人数，还有各种的配套，各种的气氛。别说那时候比不了，现在也比不了。但是他需要在亚洲有一场，所以想摘星的小伙伴们，先看明年的悉尼。悉尼以前都是希望你来报，因为他这2年的摘星路程最难的就是完赛人数，因为专业运动员花钱可以请，但是普通人的话，他人太少了。这是他面临的挑战，但是他成功了。以前还有早鸟票，去年这时候早鸟票都已经开始卖了，就很便宜，而且不抽签儿，好像是不抽签儿。另外我调查了一圈，就是他好像没有直通的这件事儿，都得抽签儿，或者你就找旅行社。然后关于旅行社呢，它的官网也有，每个国家都有，也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就是跟它官方合作的旅行社。另外就是关于奖牌，以后的奖牌只有6星和9星，就没有7星、8星的这2块奖牌。就现有的6星还是保留的，并且还是这6场，并不是说我没有去波士顿，我去了悉尼，也完成了6场，能不能拿？是不能的。就还是那几场：纽约、芝加哥、伦敦、柏林、波士顿和东京。这6场完赛，你还是能拿到传统的6星奖牌，然后再把悉尼、开普敦、上海完赛，你就可以拿到一块9星奖牌。那不知道9星奖牌会有多大个？它可能单块就会变小吧，重新设计，现在还没有公布。没有了，这就是几乎所有的消息。然后咱们开始回评论。背靠背的赛事，或者是隔一周的赛事，怎么办？我们频道有一位观众说，我忘了是不是首马了，要是首马就太厉害了，好像是跑了2小时53，然后第2场又跑了2小时57，背靠背就是一周，间隔一周。我不否认是可以这样的，像我如果这一周跑一场比赛，下一周再跑，我应该也都能至少能在3以内吧。但是前提是说这2场你都冲不了绝对成绩。就像今天我的体感，我今天体感其实没有任何的特别，跟以往。昨天那20公里4分0几，对我来说没有挑战。但是上周那20公里进加速，对我挑战就很大。我大概有连续3天都觉得很疲劳，它其实就差那一点强度。大家可以看这2次的节目，能看到所有详细的数据，就差那一点点强度，没有其他任何区别。马拉松比赛也是，就对我来说，你看2023年的东京，我没有要成绩，就随便跑，给大家拍视频。那是第1次比赛中拍视频，我跑2小时47，跑完我完全不累。但是如果你让我那时候跑2小时44，我跑完就得歇2天。3分钟在一场全马，那就是180秒，差不多4到5秒的配速，公里配速，就会是这种感觉了，这是真的。然后另外有小伙伴说，马拉松真的好难呀，就是好难呀。就是到最后30多公里之后，你不管是什么成绩的运动员，都要死要活的，真的。所以想到这个，才会紧张，才会害怕，才会慌张，
包括我现在想我的神户，我也是紧张、害怕、慌张，真的。而且我还有你们，还有这么多支持我的观众，还有家人。而且我就算没有这个频道，我跑到这个成绩以后，我的每一场马拉松我都是紧张的，因为我要拼最后那一点儿。而最后那一点儿真的是好难好难的，因为你平常的训练就练到这个成绩以后，平常的训练，你看我的1公里的间歇，也就是3分20、3分10几，最后一组能跑到3分10几就很棒了，对我来说就超常发挥了。但是我想跑出一个不错的成绩，那我的马拉松配速要是3分40几，对吧？我的半马配速要是3分30几，那一想就很害怕，很害怕。而破3那时候其实不害怕，因为想破3的话是4分16。但是那时候我的训练配速就正常这么跑的配速，我也跟大家分享过，甚至都是4分0几。虽然不是一个马拉松，心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我还会想，如果跑得不好，那会不会你们对我失望？会不会你们觉得我做得不好？会不会就不愿意听我分享这些经历了？我也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很正常，再正常不过了。所以大家对比赛有焦虑的，还是我说那句话，我跟大家分享内容，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世界上也有另外一个人和你想的一样。那有一个就会有2个，就不慌张不紧张了，或者说好一些。就像我跟你说，这打针疼，你说原来别人也疼，那我疼就疼呗，一样的。所以背靠背的赛事，再说回来，就是你第一场如果全力以赴了，要成绩了，那第2场就一定轻松跑，不要上强度，否则你一受伤，可能就是1个月。就像我打完马拉松之后那个伤，就是因为赛后的一次强度课，那时候觉得自己没事儿了，就不行了。差不多接下一个话题就是赛后的恢复，也有小伙伴问的是背靠背的恢复，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减强度，一定要减强度，你减不减量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像对我来说，就这个配速这么跑，不会受伤的，除非很意外，意外会有，但是你该做的自己能做的所有以后，这个意外也就不叫意外了，对吧？一定要减强度就可以了。比赛后第2天能不能跑步？我觉得3、5公里的轻松跑，就对我来说是现在这个配速。或者再慢一点，对比现在还得再慢一点就行了，不跑也没事儿。就是如果你的比赛没有疼痛受伤，就没事儿。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初跑者说大腿根前侧疼怎么办？对所有初跑者，我的回复都是这样的，就是疼痛分2种，一种是受伤，一种是损伤。这俩不一样。受伤就比方说我拉伤了，或者我的损伤爆发了，严重了，这叫受伤，就是跟你平常不一样。损伤是什么呢？就是比如你今天干了重体力活，明天浑身疼，这叫损伤，它不叫受伤。所有的损伤都可以通过跑步解决。你有损伤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初跑者，那个地方不够强，它在频繁的使用中损伤了，但并不是因为你可能摔一下或者怎么着，某一个地方受伤了。如果是受伤了的话，那就是就医治疗、休息、康复。如果是损伤了的话呢，就是减强度，维持训练，让它在训练中慢慢的好。这就是中心思想。至于强度减多少，还有这损伤的严重程度，您自己根据体感判断就好了。然后紧接着有一位小伙伴说摔伤了多久能跑步？说就是擦伤和淤血。
没有其他的。那就跟我那次摔伤一样了。印翻完2023年6月中还是6月底，节目的标题叫严重摔伤了，封面是我好像指着腿。我第2天就跑步了，那倒不是说多疼，就是那时候天还热呢，出一点汗就不行，因为把胸口摔掉一块皮。第2天跑了4公里，然后轻松跑了3天4天，你得确定你的其他地方没事儿，就没有大问题。然后是，那天东京马拉松，我带的那位小伙是他的双胞胎，我忘了是哥哥还是弟弟了。那太不可思议了，那你俩可以接力上马拉松啊？开玩笑啊，任何形式的这种接力比赛我都是严重不支持的。有时候我也会诧异，比方快到终点了，看到一位可能胖胖的没有什么训练痕迹的人在我边上，我说嘿，这是怎么穿越过来的？不排除人家天赋异禀，但是任何形式的接力去为了成绩我都是不支持的，包括踢跑。然后臂套有什么推荐？其实像现在这个天气，今天降温了，现在8摄氏度，好像就是普通的薄的臂套，再冷就是厚的臂套。11月4号星期一，新的一周训练结束。今天第4个训练日，轻松跑15公里，平均配速4分57，有氧效果维持，最快1公里4分20，平均心率140。我最后的在大阪城的1.5公里冲了几组，冲了2、3组吧，200米，就看看找感觉，就是这样了。你们看我的回评论的日子，我就会把评论写在一个胶布上，这种绩效贴贴在胳膊上，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了。这是从很早2年前吧，在北京的时候积累的经验。行吧，今天大家聊聊评论，聊聊大满贯。我不出意外，明年应该会去悉尼，前提是我能拿到名额。如果报名抽不上的话，就得麻烦那个 MRC 的朋友了。这次我只能豁出去来，就是求人家了。要是真不行的话，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然后大家可以先考虑看看南非怎么去了。如果想摘星的小伙伴们，是不是上海是可以去的？行，今天大家回评论，我们都是每第4个训练日跟大家回评论和弹幕。如果有新观众的话，好吗？然后明天是我的休息日，后天是周3第1个训练日，又是合练的日子，还不知道课表。这周是最后一个很努力做合练的，就做强度课的一周了。我会加油的。神户的好像预期的气温17摄氏度的样子，不是太低。我还是坚定我的目标，不管哪方面的声音进来吧，包括我自己的，也是我坚定我的目标，就是我会努力的去冲一冲，然后叫什么？就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吧。看看天随不随人愿，行吗？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